1924年，苏州一个潮湿的午后，一个6岁的小女孩被生母领着走进了一户姓袁的人家，母亲接过500块大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个小女孩原名侯锦凤，但在那一刻，她的名字变成了袁美云。这500大洋不仅买断了她的亲情，也买下了她未来10年的汗水。在袁家，她不是来当大小姐的，而是来学戏的。那个年代的学艺是把骨头拆了重组。清晨4点起床吊嗓子，冬天在冰上练身段，动作不到位，养父的鞭子比清晨的寒风还要冷。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磨练，让袁美云不仅学会了旦角的娇柔，更练就了反串小生的英气。10岁登台，她就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梨园神童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在戏台上摸爬滚打的孩子，会撞上中国电影最黄金的时代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袁美云在上海天长舞台演出，常来看戏的天一电影公司老板邵醉翁注意到这个眉眼清秀的小丫头，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她从此袁美云踏进了电影圈。第一次拍戏，袁美云客串天一公司的游艺大会，片中穿插京戏和歌舞，她参加了一出游龙戏凤。接着在小女伶中出任主角，初涉影坛的袁美云本色演出，自己的蜜月和切肤的悲欢自然出众。正值豆蔻年华的她，紧致的小脸，忽闪的眼睛，婉转的身段，清纯的风度，一下子迷住了观众，由此成为影迷们追捧的明星。1932年，大导演孙瑜为了电影《小玩意》寻找一名年轻女演员。当他在戏台上看到袁美云时，被她那双清澈的不带一丝烟火气的眼睛击中了。在这部戏里，她饰演阮玲玉的女儿，面对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影坛天后，14岁的袁美云毫不怯场。胶片记录下了她纯真灵动的瞬间。电影上映后，观众记住了这个神似阮玲玉，却多了一份倔强的小姑娘。随后，她签约联华影业，开启了劳模模式。在《逃亡：中国海的怒潮》中，她不再只是陪衬。1936年，袁美云主演了《绝代佳人》，她在这部戏中一人分饰2角，将2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拿捏得极其精准。那时候的上海滩报刊亭里几乎全是她的封面，她与陈云长、陈燕燕、顾兰君并称为4大名旦，是那个时代票房的绝对保障。1937年，上海沦为孤岛，电影行业在硝烟中艰难求生。袁美云在这个时期接拍了大量的古装片，有《西厢记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、《西施》等影片问世。1938年，她未能赶到重庆，而到了香港，当时是她最远一次出门。在香港逗留2个多月，她拍了一部女少爷，虽然大多是古装戏，但观众在台下听着她念出关乎家国的对白，无不流泪。也正是这段时间，她遇到了那个陪她走完半生的人王隐。王隐是影坛著名的硬汉，2人在片场相识。在那个女星大多依附权贵的社交场，袁美云的选择让很多人意外。她拒绝了高官显贵的追求，执意嫁给了当时事业正处于低谷的王隐。2人结婚后，甚至自组良友影片公司拍片，王隐是策划人和导演，有时也兼男主角，袁美云自然是主演。为了维持公司运营，袁美云摘下了昂贵的钻戒，当掉了所有的首饰。她从一个受人追捧的影星，变成了一个在片场精打细算，为了剧组伙食费奔波的制片人。2人还到过台湾、美国等地拍片，袁美云将她最灿烂的青春都留影在了黑白荧幕上。1940年代末，袁美云随丈夫移居香港，仅拍摄了《红楼梦》等几部影片，依然是影坛的大姐大。1948年，她因病息影。然而1954年，她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，放弃在香港的安逸生活和如日中天的事业，回到上海。早年长期高强度的拍摄和练习留下的咽喉隐疾，让她必须接受一次咽喉手术。然而，由于当时的医疗事故，这台手术意外损伤了她的声带。
曾经被誉为金嗓子的一代影后，术后醒来时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，嗓音变得沙哑断续。由于无法在电影中担任主演，他只能从事幕后工作，甚至在剧团里负责一些琐碎的行政和后勤工作。在后来的岁月里，他住在上海一间普通的民房里，过着极简的生活。袁美元彻底淡出了公众视野，曾经那些被胶片记录的辉煌，被他整齐地锁进了柜子，也最终没能与在海外的网瘾团聚。1999年，袁美云在上海病逝，享年81岁。袁美云的一生始于被买卖的荒诞，成于荧幕的繁华，归于失声后的沉默。在黑白的旧电影里，他用清澈的眼神看透了这个时代的喧嚣与冷暖，